你有没有发现，这世上有一种人，仿佛自带隐形防护罩，什么倒霉事都绕着他走，而有些人即使拼了老命，却还是在泥沼里打滚，处处碰壁。这区别到底在哪？今天我要跟各位讲一个秘密。在古老的佛学典籍里隐藏着一个关于清净心的玄机。当一个人身上的3个地方变得越来越干净时，他整个人生的频率、磁场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3个地方的干净程度，直接决定了你这辈子剩下的时间里，福气到底有多厚。这可不是什么高深大德才够格修的境界，而是我们每一个平凡人都能做到的事。可有些人花了一辈子，天天洗澡洗8遍，这3个地方都没洗干净。而悟性高的人，我今天一点，你一瞬间就能看透。大家静下心来，我们今天就来揭开这3个关乎你一生福报的秘密之门。顺便大家也自己对照看看，你到底占了几个。现在我先给诸位讲一个故事，让你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清净。话说以前有一座终年被云雾锁住的山，叫灵鹫峰。山底下有个小破庙，叫喜心庵。庙里住着一个年轻的和尚，法号叫无尘。这无尘人如其名，生性单纯。他师父圆寂前留给他一句非常晦涩的遗言：徒儿世人都在求财、求名、求长寿，却不知道福报的根源只在那3处干净里。你若能修得这3处清净，就算身处焦热地狱，也像端坐在清凉莲池一样。这小和尚生性单纯，把师父的话听进骨子里了。他怎么修呢？他以为干净就是物理上的干净。每天清晨3点钟，天还黑压压的，他就爬起来，提着水桶，把庙里的石阶刷洗的连丝青苔都不剩，光溜溜的，苍蝇停上去都会劈腿。他每天只吃一顿白水煮青菜，跟人说话也是阿弥陀佛，轻声细语，生怕沾染了世俗的浊气。就这样，转眼10年过去了，无尘的手脚确实洗得很干净，皮白肉嫩的，说话也文雅。可是呢，他发现自己出了大问题。什么问题？他的心越来越沉重，越来越压抑。他坐在大殿里打坐，脑子里想的全是山下那些村民。那个巷口的阿伯昨天为了几十块钱跟菜贩吵架，真贪婪。隔壁那个阿婆满嘴脏话，真粗俗。他看谁都不顺眼。他就像是一只精美的青花瓷瓶，外表光洁明亮，可打开盖子一看，里面却装满了陈年的苦水。讲到这里，你们有没有觉得这画面很熟悉？我看现在很多儿嬷大妈也是这样，把家里地板擦得波亮，沙发上一点灰都不能有。结果老伴去公园下棋泡茶，晚回来10分钟，或者孙子把玩具丢在地上，他就勃然大怒，破口大骂：我天天伺候你们这一家子，做牛做马累得像老狗一样，你们怎么这么脏，这么不懂事？我知道你们这一辈子为家庭付出，心里委屈但是你看家里是干净的，脾气却臭得要命，满肚子的怨气和苦水，这叫什么干净？这福报能进得来吗？财神爷刚到门口就被你这股怨气给熏跑了啦。我们说回无尘和尚，这一天山里摇摇晃晃走来一位老行脚僧。这老和尚长得那叫一个寒酸，形容枯槁，身上穿着一件补了不知道多少个补丁的破百衲衣，光着2只脚。你看看那脚趾缝里全是山路上的黑泥巴，指甲都裂开了，要多脏有多脏。老和尚走到喜心庵门口，一看这石阶真亮堂，啪嗒一声，一屁股就坐在无尘刚用清水刷了3遍的石阶上。这还不算，他还顺手用那双沾满黑泥巴的手抹了一把脸上的热汗，黑泥全印在脸上了。无尘正在里面扫地呢，一出来看到这画面，心跳都漏了半拍，眉头瞬间拧成了一个疙瘩，心里那股无名火噌的一下就窜上来了。我辛辛苦苦刷了半天的地，你这老乞丐怎么就一屁股坐上去了？但他转念一想，不行，我是修行人，我得有素养。于是他强压住心里的怒火，走到老僧面前，双手合十，强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说：老人家，这石阶我方才刚刚洗过，您若是要休息，偏殿有干净的草席，您请移步吧。老僧慢慢抬起眼皮，你猜怎么着？这老和尚外表虽然邋遢，但那一双眼睛竟然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清澈见底。老和尚嘿嘿一笑，拍了拍屁股底下的青石板，说出了一句让无尘记一辈子的话：小和尚，你嫌我脏，可我觉得你这石阶比我这双泥脚丫子
还要脏上100倍呢。吴承一愣，心想这老和尚是不是来找茬的？他指着那一尘不染的石面，语气有点生硬了。老人家，我每日洒扫，这石阶光可见人，何来脏污之说？老僧不紧不慢地从怀里掏出一块干巴巴的黑馒头，咬了一口，含糊不清地说，外面的尘土你拿扫把扫得掉，用水冲得掉，可是你心里的成见，那是1000年的铁垢，你扫得动吗？你看看你这石阶上写满了你的傲慢，写满了你的嫌恶，写满了你对自己清高的执着，你满眼都是别人的不堪，这还不叫脏吗？轰！吴承听完如遭雷击，整个人木头一样愣在原地。是啊，他守了10年的清净，结果守出了一身的傲慢病。老僧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馒头渣，指着远方被迷雾遮蔽的山谷说，你这小和尚在这破庙里守了10年的死物，却从来没见过活生生的福报长什么样。你若真想知道你师父临终前说的那3处干净到底在哪里，就跟我走一段路，但这第一条路叫无香境，那里可没有洗洁精可以洗手，只有能把骨头都熏黑的恶臭和混乱。你敢去吗？各位，你们猜猜老和尚带他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哪里？绝对跌破你们的眼镜。吴承小和尚就这样背着包袱，跟着那邋遢老僧走进了那片名叫无香境的山谷。这才走了不到半个时辰啊，吴承就受不了了，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差点没把早上喝的白开水给吐出来。为什么？因为出现在他眼前的根本不是什么清幽的仙境，而是一个巨大无比、充满着血腥味跟腐臭味的露天传统菜市场。你们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你听，菜市场里剁肉的嘟嘟声，夹杂着人们叫骂的声音，此起彼伏。地上全是黑紫色的污水，混着鲨鱼的血水，烂掉的菜叶子。集市里的人一个个面目狰狞，有2个做粗工的阿伯为了几块铜板，直接在泥巴地里揪着衣领扭打滚翻。旁边摆摊的卖的是发臭的肉块，那股味道比大中午的垃圾车还要难闻100倍。吴承哪见过这阵仗，他这10年在山上连只蚂蚁都不敢踩啊。他下意识的2根手指头捏起自己雪白的僧袍下摆，踮起脚尖，像踩地雷一样左躲右闪，生怕那又黑又臭的泥水溅到自己身上。他眉头皱得都快夹死蚊子了，满脸写着2个字：嫌恶。可你们看那老和尚，哎呦，人家简直像回到了自家的后花园一样自在。他看着吴承那副扭捏作态的样子，冷笑一声：小和尚，你这第一个不干净的地方露出来啦。吴承一听，心里委屈啊，他忍着胃里的翻腾，赶紧搬出佛经来辩解。前辈，佛经上说静心守志，这地方这么污秽，这些人说话这么粗俗，行为这么卑劣，晚辈躲都来不及，这到底哪里有错？老和尚听完，仰天哈哈大笑。他没有直接反驳吴承，而是抬起那只黑乎乎的手，指着前方一条臭水沟。吴承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只见水沟旁边蹲着一个老太太，那水沟里漂浮着各种死老鼠、烂菜叶，臭气熏天。可是这个老太太手里拿着一个破碗，正在水沟里洗着，她的神情专注到了极点，动作轻柔，仿佛她手里拿着的不是一个破碗，而是一件绝世珍宝。她面对的不是一条臭水沟，而是一汪清澈的泉水。老和尚轻声对吴承说，你看他身处在这么肮脏的地方，你看他的眉头皱了一下吗？他心头可有一丝一毫的嫌恶？没有。你再看看你自己，你人站在这山谷里，你心里的厌恶、鄙视已经堆得比你那灵鹫峰还要高了。你口口声声说你要清净，可你眼睛里看到的全是肮脏。当你觉得别人脏的时候，你的眼根就已经被污染了，你的心就已经脏透了。这一番话像一道闪电劈在吴承的脑门上，他愣住了。他看着那个老太太，老太太满脸皱纹，双手冻得龟裂，但她的眼神里没有愤怒，没有自怜，只有一种近乎于入定般的平静。反观自己呢，穿的倒是干干净净，人模人样，脑子里却全是在咒骂这个环境，鄙视这些穷苦的百姓。老和尚收起笑容，神情变得无比严肃。这第一处干净就叫做念头的清净。真正的干净不是你闭上眼睛不看污垢，而是你看到了污垢，心里却不生出厌恶的心。你以为你躲在山上天天刷石头就是清净？我告诉你，
那叫逃避。你的福报为什么10年都不涨？因为你把自己的心关在了一个名叫清高的牢笼里，你嫌弃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自然也嫌弃你。你这满心的分别心，就是堵住你福报泉眼的第一块大石头。各位听到这里，你们有没有觉得脊背发凉？我们转过头来看看现在的生活，佛学里面把这叫做造意业。你们仔细想想，现代人最累的是什么？是去工地做出工吗？不是，是内耗，是你的大脑每天都在上演8点档乡土剧。我常看到很多中老年人退休了，本来该享清福，结果呢，每天坐在电视机前面看政论节目，看社会新闻，看到哪个政客乱讲话，气得拍桌子大骂，看到哪个不孝子打父母的新闻，气得血压飙高。你这不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吗？还有在家庭里，媳妇今天去百货公司多买了一件衣服，你心里就嘀咕，真败家，不知道赚钱辛苦。隔壁老王换了辆新车，你心里酸溜溜的，有什么好爱现的？还不知道那钱是轻是浊捏。甚至走在路上，看到年轻人穿的稍微露一点，你心里就暗骂伤风败俗。各位啊，这就叫念头不干净。当你的念头里充满了分别、攀比、敌意、嫉妒，你就像是一个自带强烈负电荷的大磁铁，你散发出去的全是黑色的能量。佛陀说，一切唯心造，你心里装的垃圾，你吸引来的当然就只有倒霉的人、倒霉的事，还有疾病跟灾祸。我们再往深里讲一层，这个念头里最顽固的一块污垢是什么？是受害者心理。你们一定都有过这种时候，出门摔了一跤，投资亏了点钱，或者身体哪里出了毛病，大脑里第一个弹出来的声音就是为什么是我？老天爷啊，我这辈子没做过坏事，这不公平啊。我告诉你，这个为什么是我的声音，就是切断你福报最快的一把刀。佛学智慧告诉我们，这种思维惯性是在不断的加固你的匮乏磁场。你要洗净念头，就必须建立一种空性的认知。什么叫空性？我用大白话讲，当你遇到倒霉事，你要明白，这不过是过去业力的残影正在消散。就像电影荧幕上放了一阵烟雾，你伸手去抓，抓得住吗？你越去对抗它，越去抱怨它，你就是在赋予它伤害你的权利。当你两手一摊，说好，我知道了，这是在帮我消业障的，过了就好，不去纠结，这一刻你的念头才算真正干净了。那具体在生活中该怎么做呢？我教大家一个最高级的真空断层法。佛学里讲，前念已灭，后念未生。下次当你发现自己又在为了儿女的事情焦虑，或者为了过去的委屈生闷气时，你马上停下来，不要去压抑，你去找那个念头之间的缝隙。怎么找？你立刻转头盯着你家客厅那张茶几，或者看着阳台上的那盆盆栽，死死盯着它看10秒钟，心里快速默念，这就是个木头，这只是一盆草，它不是我，它跟我无关。这个动作非常神奇，它能像一把剪刀，咔嚓一下，瞬间切断你跟那个负面情绪的粘连，就像在浑浊的泥水里强行插进一块玻璃挡板。你多练几次就会发现，那些原本让你气得睡不着觉的烦心事，其实根本没有根。当你把这种充满偏见、抱怨、焦虑的杂草从脑子里拔除，你的大脑就会腾出巨大的空间。这时候你的心如止水，坐在那里不说话，别人都能感受到你身上有一种安定祥和的力量。你的直觉会变得非常精准，什么投资该做，什么人该远离，你一眼就能看透。这就是福报开始汇聚的第一个强烈信号。刚才我们说到，无尘小和尚在菜市场里被老和尚训了一顿，心里正不是滋味。正说着呢，前方突然传来一阵极度嘈杂的哭喊声。怎么回事？人群围成一圈，只见一个衣衫褴褛、瘦得像皮包骨的少年小乞丐，手里死死攥着一个刚抢来的钱袋。一个满脸横肉的壮汉带着几个帮手，正把这小乞丐按在又黑又臭的泥巴地里拳打脚踢。那拳头砸在肉上的闷响声听得人头皮发麻。小乞丐被打得鼻青脸肿，但他就像一头护食的小狼崽子，死死护着怀里那几文钱，一声不吭，眼神凶狠的吓人。周围看热闹的人呢，一个个冷漠的像冰块，甚至还有几个在那边嗑瓜子叫好，打死这个小乞丐，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偷东西。吴成一看这阵仗，本能的想要往后退，他心想，这场面太混乱，太肮脏了。
可这时老和尚却从背后猛地推了他一把，冷冷地说：去，把你那双自以为干净的手伸进那泥水里，让我看看你天天在佛前念的慈悲到底是写在纸上的空话，还是长在你肉里的真骨气。吴承被这一击咬了咬牙，踉跄地冲进了那片浑浊的泥地。当他那一身雪白昂贵的僧袍沾上黑臭污泥的那一刻，他感到心脏猛地抽搐了一下，那种刻在骨子里的洁癖让他几乎想要掉头就跑。但他低头看清了那小乞丐的眼神，那不是天生坏种的凶狠，那是快要饿死的人，绝望的挣扎。吴承心软了，他张开双臂，一把挡在小乞丐面前，硬生生替小乞丐挨了壮汉2拳，痛得他闷哼一声。他大声喊道：别打了，阿弥陀佛，这钱我替他还。吴承哆哆嗦嗦地从怀里摸出仅有的几枚铜板，那可是他准备下山买盐巴的钱啊。壮汉们一把抢过钱，掂量了一下，骂骂咧咧地朝地上吐了口唾沫，这才散开。人群散去，吴承松了一口气。他转过身，满脸慈悲地伸出他那双白净的手，想要把烂泥里的小乞丐扶起来。他心里甚至已经开始想着，这小乞丐一定会痛哭流涕地给他磕头道谢。可是手伸到一半，吴承僵住了。那个满脸血污的小乞丐不但没有把手伸过来，反而死死盯着吴承那双一尘不染的手，眼神里充满了鄙夷。接着呸的一声，小乞丐狠狠地朝吴承的手心里啐了一口。带！小乞丐嘶哑着嗓子像野兽一样吼道：假惺惺，你们这些住在山上吃饱穿暖的和尚，懂什么叫饿肚子的滋味？滚开！说完，小乞丐一把抢过旁边泥地里不知道谁扔的半个冷馒头，连滚带爬地消失在巷弄深处。吴承彻底僵在原地，看着手心里那口血痰，满腔的委屈、震惊和愤怒瞬间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他心里在咆哮：我舍弃了我的清修来救你，我弄脏了我最宝贵的僧袍来护你，我不仅把买盐的钱都给了你，还替你挨了打。你不仅不感恩，你居然还敢羞辱我，这世间的刁民根本不配得到救赎。就在这时，老和尚不知什么时候悠悠地走到了他身后，看着吴承那双发抖的手，淡淡地问。小和尚觉得委屈了，觉得这小乞丐不知好歹，瞎了眼了，想要痛骂他一顿。吴承咬着牙，眼眶都红了，重重地点头：前辈，我本一心向善，行菩萨道，他却报以如此恶念，这世道的恶意为何如此浓稠，简直不可理喻。老和尚听完，突然蹲下身，抓起地上的一把烂泥，站起来，朝着吴承那件原本素净的僧袍上狠狠地抹了下去，哗啦一下，留下了一道极其狰狞丑陋的黑印。吴承吓得惊呼一声，连退2步，老和尚却指着那道黑印，冷厉地笑了。这就是我要教你的第2处干净语言的清净。我问你，你刚才救他，是真的因为心疼他想救他，还是为了完成你今天行善积德的功课？是为了满足你高高在上的菩萨情节？当他对你吐口水的时候，你心里起了一场无名的风暴，你觉得他弄脏了你的慈悲。我告诉你，真正的慈悲是永远不会被弄脏的，因为真正的慈悲里没有我在施恩，也没有他要报恩。老和尚转过身，指着集市里那些依然在谩骂争斗的人群，语气变得无比深沉。你看这些人，他们每天嘴里吐出来的话像刀子，像毒液。他们抱怨老天爷不公平，咒骂邻居占便宜，诋毁亲人没出息，这就叫口业之垢。你刚才虽然嘴上没骂出来，但你心里的独白已经把这个小乞丐千刀万剐推到地狱里去了。你嫌弃他的卑微，觉得他不配，其实你就是在污染你自己的福田。很多人以为只要我不讲脏话，我的口就是清净的，大错特错。各位听到这里，你们醒悟了没有？这就是我们每天都在犯却浑然不知的可怕错误。好，你们仔细想想，在佛学智慧里，语言是什么？语言绝对不仅仅是沟通的工具，它是你身上能量的出口。很多人跑来问我，师父啊，我这辈子也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每个月还固定捐钱给孤儿院，怎么我儿子就是找不到工作，我这关节炎就是好不了，生活处处不顺呢？我一看他的面相，听他讲话的语气，我就全明白了。为什么？因为他的口德把他的福报全给漏光了啦。
你看现在多少人养成了一种致命的习惯，习惯性的抱怨，一早起床天阴了，哎呦真是有够烦，这什么破天气啦，煮个饭烫到手，真倒霉，我怎么这么苦命，看到媳妇买东西又乱花钱，真是不懂得持家。你们以为这些只是小小的发牢骚吗？我告诉你，在宇宙的能量法则里，你吐出的每一个字都是在向宇宙下订单。当你天天把烦死了，没办法，我真可怜，气死我了挂在嘴边，你就是在不断确认你的贫穷与困厄，你散发出来的全是低频的衰气，好运怎么敢靠近你？财神爷走到你家门口，听到你天天哭穷喊怨，吓都吓跑了。还有一种更隐蔽的口业，叫做不动声色的刻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酸言酸语。亲戚家孩子考上好大学，你嘴上说恭喜，转过头就跟别人说，哎呦，不知道塞了多少钱去补习班捏，以后出社会还不是要看人脸色。这种背后的议论、嫉妒的酸水，会在你的生命磁场中留下深刻的裂痕。你的福报本来是一座清澈的水池，这些怨念和酸语就是池底的烂泥巴，没多久就把你的好运搅得浑浊不堪。老和尚教导无尘，真正的口清净，不是要求你虚伪的去奉承别人，而是你要学会敬语的智慧。当你面对别人恶语相向的时候，你的心田里长不出一颗怨恨的种子，这才是真功夫。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到底该怎么修这第二处干净呢？我今天教大家两个非常实用的招数。第一招叫做慈悲的频率掩盖，佛家称之为爱语。这不是教你讲好听话拍马屁，而是一种调频工具。你要有意识的去替换你的口头禅，把这真是个大麻烦换成这是一个考验我的转机，把你凭什么指责我换成谢谢你的提醒，我会注意，把烦死了换成深呼吸，没什么大不了。当你开始有意识的用这种高频的语言去重塑你的潜意识，最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你会发现你身边那些喜欢抱怨、喜欢惹是生非的难缠小人会慢慢自动从你的生活中消失。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低频能量在你这种高频温暖的语言磁场中根本生存不下去。这就像是在黑暗的房间里点亮了一盏强光灯，影子自然无处遁形。你吐出的每一个善意的词都在为你未来的福报铺上一块金砖。第二招也是我压箱底的绝活，叫做闭环表达法的气息控制。你要改变的不仅是说话的内容，更是你说话的发声位置。大家回想一下，那些大老板、有福报的长者，说话是不是都语速平缓，声音低沉有力？而那些天天为了柴米油盐吵架、运气很差的人，是不是说话又快又急，声音都飘在嗓子眼里，尖锐刺耳？这在佛学中讲究的是气的清净。我教你们，下次开口说话前，先把舌尖微微顶住上颚，停顿1秒钟，感受那一瞬间的静默。当你要赞美别人、表达善意的时候，你想象你的声音是从肚脐眼下面丹田升起来的，带着一种稳重、温暖的力量说出去。但是，当你想发脾气、想抱怨、想骂人的时候，你试着把那股冲到喉咙口的浊气，硬生生的在心口给它化掉、吞下去，绝对不要从嘴巴里吐出来。这种对气息的调控，其实就是在修持语业的清净。当你的语言不再是随意挥发毒气，而变成了有质感、能落地生根的力量，你的话语权，你在家族里的威望会成倍的增长。这就是现实中最厉害的贵人运。只要你能守住嘴巴这道防线，不当情绪的垃圾桶，你其实就是在为自己修筑一道坚固的福报防火墙。刚才我们说到，无尘小和尚在菜市场里挨了揍，被吐了口水，心里正憋屈着呢。老和尚拍拍屁股，带着一身烂泥巴的无尘，离开了那个乌烟瘴气的集市，一直走到天黑，来到了一座极其气派华丽的庄园前面。这地方可不得了啊，大门口张灯结彩，里面传出来的都是悦耳的丝竹管弦之声，进进出出的全都是穿着绫罗绸缎、摇着折扇、谈吐文雅的名流雅士。空气中不但没有臭水沟的味道，反而飘着一股淡淡的高级檀香。老和尚躲在一棵大树后面的阴影里，轻声问吴尘：小和尚，那是名利园，里面的人从来不骂街，说话滴水不漏，连呼吸都是香的。你觉得
那里面干净吗？吴成点点头，心想比起刚才那个臭气熏天打人抢钱的菜市场，这里简直就是人间净土啊，大家和和气气的多好。老和尚冷笑一声，没说话，只是拉着吴成继续躲在暗处看。没过多久，大门口并肩走出来2个相貌堂堂的读书人，这2个人互相作揖鞠躬，脸上堆满了笑容，一口一个仁兄，一口一个贤弟，言语之间全都是互相提携互相仰慕的客套话。吴成在旁边听得直点头，觉得这才是人与人之间该有的美好画面嘛。可是就在其中一个人转身上了马车，车帘子刚放下来的那一瞬间，留在原地的那个贤弟脸上的笑容瞬间垮了下来，变得比冬天的冰块还要冷。他对马车离开的方向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极其恶毒的咒骂：呸！要不是为了你手里那点做官的门路，谁愿意跟你这种道貌岸然的蠢货称兄道弟？我咒你早日家破人亡，死无全尸。随后庄园里面又传出一阵阵推杯换盏的欢笑声，但吴成现在听起来只觉得这笑声里透着一股让人脊背发凉的阴冷。他瞪大眼睛看着那些外表光鲜亮丽的人，他们彼此双手递送着装满金银财宝的礼盒，可是那眼神交汇的瞬间，里面藏着的全是算计、嫉妒，甚至是杀机。那种看不见的恶意竟然比刚才菜市场里的臭水沟还要粘稠，还要恶心100倍。老和尚转过头，死死盯着吴成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这就是我要让你明白的第3处干净，圈子的干净。世人总以为我跟有钱有势的人混在一起，我的福报就会多，我跟满口仁义道德的人交朋友，我的磁场就会好，却不知道这种虚伪的交际正是腐蚀你福报最快的地方。你以为你挤进了高层次的圈子，其实你只是跳进了一个更可怕更大的染缸。各位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名利园里的虚伪是不是听起来离我们很远？错，其实这种不干净的圈子就在你我身边。我看了太多这样的人，尤其是我们这个年纪的50、60岁退休了，闲下来了，就特别怕孤单。每天干嘛呢？跑去公园里跟人家跳广场舞、练太极，或者参加什么老人会、中青会、进香团。表面上大家见面笑嘻嘻，哎呦，李太太，你今天穿这件衣服真好看呀，王大哥，你这气色真不错啊。结果呢，坐下来喝茶聊天，话题3句不离，老本行。哎呀，我那个儿子啊，真是不成器，1年才赚个200-300万，哪像你们家儿子在台积电当主管啊。嘴巴上在夸，心里酸得直冒泡，恨不得人家儿子明天就被裁员。要不就是几个老姐姐凑在一起讲媳妇的坏话。我跟你们说，我家那个媳妇啊，懒得抽筋，天天睡到太阳晒屁股，大家听得津津有味，跟着一起骂，这叫什么？这叫互相倒垃圾。还有一种逢年过节亲戚聚餐，那简直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比谁的退休金拿得多，比谁的孙子考上了好学校，比谁家换了进口车。你坐在那里吃着一桌子好菜，却觉得浑身不自在，心跳加速，血压飙高。为什么？因为那个磁场里全都是攀比、嫉妒和虚荣的浊气。我告诉你们，这在佛学里面叫做清净恶友，这种不干净是致命的，它是渗透式的。如果你周围的人都在散播贪婪、焦虑和怨气，如果你每天泡在这种充满比较和物欲横流的圈子里，哪怕你只是坐在那里嗑瓜子，连应声都没有，你的灵性、你的好运也会被这些浊气给熏黑、吸干。很多人跑来找我看风水，说师父，你看我这房子是不是有煞气？怎么我最近老破财，腰酸背痛的？我说你这房子风水好得很，有问题的是你每天喝茶打牌的那个圈子。你在那种低质量的社交里，不是在交朋友，你是在借债啊！你在消耗你自己本来就不多的能量，去填补别人的情绪黑洞。如果你不从这种浑浊的圈子里抽身出来，你每天就算在家里念10000遍金刚经，敲破了木鱼，你的福报也会像个漏斗一样，永远装不满。那真正的圈子干净是什么？老和尚叫无尘。真正的圈子干净，不是说你身边全都是圣人菩萨，而是你懂得断舍离，是你有一种觉醒后的果断。这第3处干净到底要在生活中怎么落实？我今天教大家2招最实用的能量剥离术。第一招叫做能量审计。你们今天听完我讲话，拿出一张纸、
一支笔，写下每个礼拜除了你的老伴，你最常接触的5个人的名字。看着这5个名字，你在心里问自己一句话：这个人每次跟他聊完天，喝完茶回家，我是觉得心情舒畅，充满力量，还是觉得浑身疲惫，心里堵得慌？如果是后者，我恭喜你，你找到你生命里的漏财星了。佛学讲依报随着正报转，如果这个人只会不断向你索取情绪价值，天天跟你抱怨社会不公，满嘴八卦是非，你还舍不得离开他，你其实就是在替他承担他的业力。你要果断地减少跟这些人接触的频率，不要怕得罪人。你的福报不需要通过讨好任何人来获得。第2招叫做频率降噪术，这招是给那些避不开的亲戚朋友用的。很多人说，那人是我亲妹妹，是我几十年的老邻居，我总不能大街上翻脸不认人吧？对，不需要大张旗鼓的绝交。当那些负能量的人又跑来找你倒垃圾，找你攀比的时候，你要学会做一面镜子。什么意思？你保持一种慈悲的透明状态，耳朵听着，嘴巴上附和着，但是你的心门是关着的，你不要去共情，不要跟着他一起骂，不要入戏。你想象自己是一面光滑的镜子，对方吐出来的那些脏水、怨气，全部只能打在镜面上，然后反弹回去，根本渗透不到镜子后面的你。当你不再给他提供情绪上的回馈，他骂人你不跟着骂，他炫耀你不跟着酸，久而久之，他觉得没意思。这种消耗你的人，自然而然就会远离你了。各位，你们要明白，当你敢于切断这些让你感到疲惫、窒息的烂关系时，你一定会经历一段看似孤独的真空期。你可能周末没人找你喝茶了，没人找你打牌了，但你千万不要害怕，请你记住，这正是你的福报正在重新蓄水的黄金阶段。在佛法看来，只有当你把心田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杂草都拔光了，真正的贵人，真正的好运气才有空间走进你的生命里。当你守住了这第3处清净，你的能量就会像一潭深山里的泉水，清澈深远，谁也污染不了你。生活里的那些小人、病痛、倒霉事，碰到你这股强大的清净磁场，自动就绕道走了。好啦，今天讲了这么多，我知道你们记性不好，为了你们下半辈子，为了你们子孙后代的福报，我今天就再给大家苦口婆心的啰嗦。最后一次，今天讲的3个禁忌和3个救命招，你们给我刻在脑子里。第一，念头的清净。禁忌，千万别再当那个天天喊我怎么这么命苦，老天爷不公平的受害者了。也别再看着电视新闻生闷气，那是在拿别人的业障惩罚你自己的身体。救命招，遇到烂人烂事，马上用真空断层法，死死盯着旁边那个静物10秒钟，心里默念，这不是我，这跟我无关。把你脑子里那些抱怨、嫉妒的杂草连根拔起，把心空出来，好运才能住进去。第二，语言的清净禁忌，把你嘴边的烦死了、真倒霉、气死我了，通通给我戒掉。别再跟亲戚朋友酸言酸语，你吐出去的每一句毒话，最后都会变成你生命里的烂泥巴，堵住你的财位。救命招，学会闭环表达和爱语。想发脾气的时候，舌尖顶住上颚，把那口浊气硬生生咽回肚子里化掉。要说话就从丹田发力，说温暖肯定有力量的话，你嘴巴干净了，你身边的贵人自然就多了。第三，圈子的清净禁忌，别再怕孤单，天天往那些爱攀比、爱八卦、爱炫耀的老人堆里钻了。你在那里听人家倒垃圾，你的福气就在跟着漏。救命招，狠下心来做能量审计，远离那些消耗你的人。如果实在躲不开亲戚，就做一面镜子，只听不入戏，不共情，不反驳，让他们的负能量自己弹回去。学会享受清净的独处，那是你福报在重新蓄水的黄金期。诸位，当你的心变善了，念头干净了，嘴巴不造口业了，你不去占人便宜，反而处处想着怎么与人为善，怎么利他，奇迹就发生了。你这个人啊，自己就变成了一块风水宝地，你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吉星高照。你住在哪个破房子里，那个破房子的气场都会被你给养顺了，养旺了。你把自己这3处打扫得干干净净，你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慈悲、祥和、安定的频率，不仅能帮你自己挡灾化煞，这股清净的气场
还会像一把大伞一样，必因你的儿女、你的孙子，这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你以为你在修自己，其实你是在为子孙后代存下最厚实的阴德和福报，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大买卖。各位能听到这里，这绝对不是偶然，这是我们结下了善缘，更是你们自身的佛性、善根正在苏醒。我希望这里成为一个汇聚正能量、改变命运的大磁场。所以现在我要请大家在影片下方的留言区恭恭敬敬地写下这9个字：愿我身口意悉皆清净。这不是一句普通的留言，这是你对着宇宙、对着你自己的灵魂许下了一个最庄严的承诺。当我们都在这里留下这句善言，都在这里为彼此祈福，我们就能在这个空间里凝聚出一个无比强大、无比干净的正向能量场。愿我们都能在往后的日子里身披清净，脚踏福田，不乱于心，不困于口，不迷于情，做一个如如不动的觉者，迎来你余生最丰盛的福报。我们下次再见。